好，那我們今天接下來要講的是這個訊號取樣以及重建。那我們今天的重點，現在的重點呢，在這個重建的部分。那我們之前的取樣，我們叫 sampling。那我們說在電機領域裡面呢，我們喜歡叫它 analog to digital 的 conversion。那 reconstruction 呢？它事實上是一個將原來的離散的訊號轉變到這個連續性訊號的過程。那我們喜歡叫它 D to A 的 conversion，digital to analog 的 conversion。那當然你也可以叫它 discrete to continuous。C to D 的 conversion， 不，是 D to C 的 conversion。D to C 的 conversion， 那這個呢，你可以叫它是 C to D 的 conversion。OK， 所以我們今天重點在重建的這個部分。好。我們數位訊號的處理過程呢，它的過程大概可以畫成這樣子的一個方塊圖。從 S of T 本來是類比訊號，比如說我們聲音，我們要進入我們的電腦或者是 MP3 隨身聽的處理過程，我們先將它怎麼樣進入一個 AD 的轉換，對不對？也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sampling， 然後呢，這時候它會變成一種離散的數據。接下來我們把它送到電腦裡面，我們可能要將它壓縮啦，或者是做處理。好，我們把它丟到 computer 裡面，壓縮做處理之後呢，它變成是這個 y of n， 就是已經變成是另外一個數據了。從 S of n 變到 Y of n，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經過 DA conversion， 再把 Y of n 呢變回類比訊號。好，我們把它儲存在電腦裡面嘛，經過壓縮之後，我處理之後，我再把它轉成類比訊號，然後呢放出來給你聽。好，所以我們基本上一個數位訊號處理的過程大概是講，大概長得像這樣的一個流程圖。那這裡到這裡，好，是數位訊號的處理。那通常我們訊號與系統裡面講的系統，就是這個東西。好 ，system， 那這是 signal， 啊，這是 signal。OK。所以我們之前已經講完 A to D 了，接下來呢，我們要講 D to A 的這個轉換。那我們之前講說 A to D 的A to D 的轉換嘛，基本上我們就是將我們使用 S of n A to D 等於 S of NTS。这個公式，好，數位的公式，好，那當然這是 ideally。那如果 D to A 呢？我們其實把這個過程反過來嘛，所以其實它其實就是一個，假設我們是這個 Y 嘛，好 Y， 那它就是 Y of T 呢？怎麼樣？它等於 Y of， 把這個本來這項是 T 等於 NTS 嘛，對，本來這項是 T 等於 NTS， 那這邊就把它反過來啊，變成 N 等於 T 除以 TS， 或者是 FS 乘上 T。对不对？就是把 FS、TS 除過去，所以本來是 Y of n 嘛，我們把 n 呢
帶入 fs 乘上 t。好，這個就是一個 ideal 的一個轉換的過程。比如說，假設原先的 y of n 等於 a 的 cosine 的這個0.2 派 n 加上相角。那如果取樣頻率呢是等於8000赫茲。好，那你如果要重建完美的重建訊號啊，第一個0.2 派 n 已經是這裡面的最小的頻率最靠近0的訊號了，所以說沒有問題哈，它已經是頻率最低的 alias。那你把 n 呢帶上 fs 乘上 t， 也就是8000t， 所以 y of t 呢，它基本上就等於 a cosine 的0.2 派 n 帶 fs 乘上 t 乘上8000乘上 t。好，所以呢，它就等於 a 的 cosine 的2派乘上800乘上 t。好，在完美的情況下，轉換的過程就是這樣子。好，基本上它就是把這個 n 呢帶 fs 乘上 t， 好，把這個過程呢轉換過來。我們來練習一下這個，把之前的練習過的例子啊，好，來練習一下。我們之前做過的一個問題是這樣子啊，我有一個訊號是0赫茲，我希望用2000赫茲來取樣。我想要看看重建之後它的頻率是多少。你看，這是我們講的重建。那前面一個 lecture 呢，因為還沒有講到重建，所以這裡講的比較有一點簡略。好，那今天現在在講了重建之後呢，好，我們就會比較理解這邊包含 folded alias 是什麼意思。0赫茲用2000赫茲重建是如何？那500赫茲呢？用2000赫茲來取樣再重建是如何？好，我們來看一下。首先是500赫茲。好，假設我的訊號呢是一個500赫茲的訊號，它呢等於這個 cosine 的2派乘上500t 啊加上相角，這是一個500赫茲的訊號。然後呢，我的取樣頻率呢，用2000赫茲來取樣。那首先第一步呢，我們先做 AD 轉換，就是我數位訊號呢 S of n 呢等於 S of nts， 那它就等於 cosine 的這個2派乘上500乘上 t， 就是這個 nts 嘛，也就是 n 除上2000。OK， 所以呢，它這個答案呢就等於這個cosine 的，好，1000除以2000嘛，所以等於0.5派 n， 加上，這邊少一個相角，好，那你要畫出，如果你要畫出它的頻譜，它的頻譜就等於，好，1/2的相角，然後呢0.5派 n 加上1/2的exponential負的相角，負的0.5派 n。OK， 那如果你畫出它的頻譜，它的頻譜很簡單的，所以我就簡單畫一下。那它的強度呢是1/2，然後呢，好，那我们上次的這個 lecture 有講過嘛？
當我們取樣的時候，我們取到的這個 pick 呢，在負拍到拍的安全範圍裡面，你不管有多少的引分身，不管你有多少的 alias， 它這兩個 pick 都會是最靠近零，也就是最慢的頻率的 pick， 對不對？所以它不會有 alias。好，那當然我們可以畫 alias， 但現在我重點不是這個，我就不畫了。好，基本上超出拍的我們就不管它了。好，所以重建回來的訊號，你最開始重建，你取樣之後，你重建之後的這個一開始的數位訊號 S_n， 好，它沒有問題，還是等於原來的這兩個 pick， 1/2的 exponential j 相角。那一樣，它当然可以回到原來的 cosine 嘛 ，cosine 的0.5 派 n， 好，用這兩個 pick 呢再合成回來，沒有問題。那接下來呢，你要做 DA 轉換，好 ，DA 轉換，看一下剛才的例子，就是 n 代 fs 乘上 t， 好 ，n 等于 fst， 也就是。S of t 啊，好，重建之後需要 S of t 呢，它帶入這個，好，它帶入這個 S of fs 乘上 t， 對不對？然後把 fs 是2000嘛。2000t 帶進去，等於 cosine 的0.5派 n 代 fst， 也就是2000t 乘上2000乘上 t 加上相角。好，所以它其實跟原來的訊號就一樣啦。好，它等於 cosine 的。就是我們化簡一下，0.5乘2000嘛，就是1000，1000就相當於這個，就2派乘上500t 加上相角，這個沒有問題。本來是500赫茲，重建也是500赫茲。對，我們本來的例子，本來是500赫茲，重建呢也是500赫茲，好，沒問題。那接下來看下一個例子哦。下一個例子是說，我們之前講的是這樣的，本來是1500赫茲，你經過取樣之後，它的 alias 有誰？1500的 alias 有加2000、3500，減2000、-500。-500頻率比較靠近0，所以你會被-500所取代。我們說這個動作呢叫做 folded alias。那我們說這一段呢都是 folded alias。1200，好，如果是1200 200赫茲，1200 200赫茲的 alias 有加2000 3200赫茲，3200赫，1200減2000 -800赫茲。好，那-800最靠近0，被-800所取代，好，所以就在這邊。那這個 folded alias 這段距離，它不但是失真了，而且它錯得很徹底。為什麼？這邊是頻率輸入頻率增加，輸出的頻率也增加，這邊很徹底啊。輸出的頻率增加，結果呢？輸入的頻率增加，結果呢？輸出的頻率還倒退。好，這個 folded alias 的現象呢，我們等一下就用公式來說明。那同學也可以思考一下，但同學有沒有在這個看這個 F1 賽車的影片？你有沒有曾經看過說輪子的轉動？一開始這個賽車的輪子往前轉，轉啊轉啊轉。好，用攝影機來拍攝的時候，你看這個
電視上的畫面。可轉到某個速度的時候，其實你會覺得很奇怪，它明明往前轉，就到某個時候你會覺得說它不再往前轉了，它反而越來越慢，然後甚至停住，然後最後還反過來轉。有沒有看過這個現象？往前轉，然後轉到你眼睛覺得好想往後轉，然後轉到好像停下來，往前轉，往後轉，停下來，啊，其實就是這個現象。好，所以我們要做的 case 是這樣子啊，我們的訊號是這樣 ，s of t 等於 cosine 的，就是1500赫茲。那我們的取樣頻率呢，依舊是2000赫茲。好，那我們取了之後呢 ，s of n 呢，就等於 s of nts， 那就等於 cosine 的2派乘上1500乘上 t 代 nts，n 除以2000。所以呢，就等於這是3嘛，3000除以2000 1.5，好 ，cosine 的1.5派，哎，我這邊少了一個相角啊 ，n 加上相角。事實上，你看到它的這個角頻率哦，大於派呢，基本上就是會有問題。你可以讓它減2派啊。減2派等於什麼？減2派，我先寫在旁邊哈。減2派呢，它其實就等於 cosine 的怎麼樣？負的0.5派 n 加上相角。那它事實上其實可以寫成 cosine， 因為 cosine 負的跟正的一樣嘛。0.5派 n 減掉相角。好，所以這個你其實可以很容易換算出來。那我們現在先用我們比較正規的思考的路徑來想。我們取樣的結果是這樣子，那你把它分解，畫出頻譜，就等於1/2的這個 exponential j 相角。好，我們把它 cosine 分解成2個 complex exponential， 然後呢，我畫出它的頻譜。好，這個1.5派 n 很準，然後呢，負的1.5派沒有 n。然後為了簡化，我令這一項叫做 x， 啊，這一項呢叫做 x star，OK，所以這項是 x， 然後這項是 x 的 star， 那它會產生 alias 嘛？啊，它產生 alias。產生 alias 到負的0.5派，因為每個2派，好，每個2派呢一個 alias， 好，每個2派一個 alias， 然後這一個是正的0.5派，好，有點歪，不過沒關係。好，我把它畫的對稱一點。好，那負0.5派的是從這邊過來的，所以它上面是 x。0.5派呢，它上面是 x star。那你跟你上
其他都不畫了。你跟你的 alias 之間，好，你跟你的 alias 之間怎麼樣？誰的讯號，誰的頻率最靠近零？0.5拍的頻率最靠近零嘛，所以你會被藍色的会被紅色的所取代。好，所以上面的是指 S of n， 好，它就等於什麼？就是這一個 pick 嘛，好，變成是1/2，好，這個正的 x 就是這一項 exponential 的，可是我的頻率變了，本來是正1.5拍變成負0.5拍，負的0.5拍 n， 好，加上這個 pick star 嘛，就是負的1/2 exponential 負 j phi， 然後呢 exponential 的這個正的0.5拍 n， 那最後呢這兩個合併，好，我可以寫一下，好，就等於1/2的這個，啊，這項寫過來這邊，這項寫過來這邊 ，exponential 的 j， 好，正的角度等於j提出來嘛，0.5拍 n 減相角，加上 exponential 負 j 提出來，負 j 提出來 0.5拍 n 減相角。好，所以你是 exponential 正的角度加上 exponential 負的角度，好 ，exponential 正的角度加上 exponential 負的角度除以2，所以這就是一個 cosine 嘛，等於 cosine 的這個0.5拍 n 減相角，好，就是我之前寫的這個 ，OK。所以其實你看哦，其實就是拍到負拍到拍之間，好，就會被正確的重建。那負拍到拍外面呢，就會被 alias 的所取代。那最後呢，好，最後是我們的這個重建嘛，就是 s of t 等於 s of 怎麼樣 fs 乘上 t， 這個是中括弧。中括弧的這個 fs 乘上 t， 對，你看 s of d to a 的 conversion，d to a 的 conversion，s of t 等於 s of fst， 好，這個是 d to a 的 conversion， 它呢就等於 cosine 的 0.5 拍嘛 ，n 帶 fs 乘上 t，fs 是2000乘上 t。減 phi， 所以就等於什麼？等於 cosine 的2拍乘上500t 減相角。啊，所以你看現在的新的頻率變成什麼？500赫茲，本來是多少？1500赫茲。好，所以1500赫茲被500赫茲所取代。啊，你也可以說它是負500，你也可以說它是正500，但總之，好，它被500赫茲所取代。你看，1500赫茲被500赫茲所取代。那這個動作呢，我們就叫它 folded alias， 就是負的頻率呢被正的頻率所取代。那負的頻率被正的頻率所取代的情況呢，這個 folded alias 呢，它有一個特徵呢。就是相位，好，相位改變，好，相位的这正負號改變，好，
對不對 ？4D Alias， 你從正的頻率，你負的正的頻率被負的頻率所取代，或者反之，負的頻率被正的頻率所取代。這時候你的相位會被產生一個相位反轉的現象。OK， 好，或者是你不要講說，你其實1500就是被負500所取代。那如果你是講說被正500所取代，那你的相位就會調轉過來。好，這個就是 4D Alias 跟這個 DA 轉換之間的關係。好，那接下來就是 DA 轉換的再更細節的東西哦。我們講說這個 reconstruction， 好，就是 DA 轉換的這個 reconstruction。訊號重建，那我們可以講它是 D to A。那這個動作，好，它其實呢最簡單的做法，其實就是我們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我們乾脆就是把訊號連起來，好，就是連看。对不对？我把我所取得的讯號怎麼樣連起來？好，基本上就可以找出原來的圖形了。那剛才那是公式，那真實的情況下是這樣子。哇，我把全部的訊號連起來，那這當然不是真的連起来，哦，它有一個弧度。那可是如果你是連看的話，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對不对？這個就是我們都會啊，把點連起來，這樣就是一個連看了。你如果用電腦幫你找出其他的時間點，啊，你這點跟點之間的數據你不知道，但是你用電腦去幫你把這中間的數據算出來，這就是一種連看。那這種連看的過程呢，好，我們在英文裡面呢，我們有一種說法呢，叫做 interpolation， 或者是我們中文叫內插法。好，內插法就是我們把中間的數據連起來，啊，這就是一種內插法。那它這是最直覺也最簡單。那基本上你內插法內插出來的東西，一定就是頻率最低的東西嘛。你沒有辦法去找出這個，好，內插出這個頻率比較高的部分。比如說我們之前的例子，你經過取樣之後得到藍色的點，你能夠猜出來它是黑色的線嗎？不太可能。可是你用連看，你可以連出紅色的曲線啊，就是比較低頻的部分。它的高頻的 alias， 事實上你是沒辦法重建出來的。好，所以這就是一種內插法的一個方式哦。那如果你說今天內插法是用電腦的運算可以算出來，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用這個電路來做，你做不做得到？啊，事實上也有另外一個方法。好，另外一個方法，好，我們叫它 sample and hold， 好，一種這個電路。好，其實基本上就是用電容來記住電壓一段時間。好 ，sample and hold。那基本上這個電子學的課本裡面有。那基本上我們不用連看，可是呢，我們在一段時間之內呢，我們就假設我們的
重建類比訊號呢，就完完全全就是一樣的強度。好，因為我們這個點跟這個點之間的數據我們沒有記錄嘛，所以我們只好當它全部都是一樣，當它全部都是一樣。好，那你也可以說，這其實就是一種用方波，好 ，square pulse， 用方波的這個形式來重建我們的原來波形的一個方式。好，重建類比波形的方式。那所以你得到的波形呢，其實就是這邊的這一條線。好，原先的線是虛線，那你重建出來的呢是方波。OK， 那這種也是一種電路的重建方式。那 D2A 的這個轉換的晶片，基本上都是絕大部分都是用這種形式。那你會說，老師，那你原來的這個波形，你重建出來的波形跟原來的波形還是有一段距離啊？你不是告訴我說應該可以完整的重建回去嗎？那你怎麼這個感覺上跟原來的訊號還是差很多？那事實上，我們有一種做法，我可以取樣取多一點呢，對不對？我取多一點，我取密一點，好，那我得到的方波就是這個實線的方波，跟我們的這個虛線原先的訊號呢就會很接近。取密一點啊，那它就會很接近。取密一點，就是我們的取樣頻率比較高，那就更容易能夠重建出原來的訊號。可是你就說，老師，那你不是告訴我說，你只要取樣頻率大於2倍以上就可以了嗎？那這裡面是有2件事情的。第一個是大於2倍以上才夠。第二個，如果這個過程是完美的，事實上我們的確有機會能夠重建回來。怎麼說？還記得我們這個取樣頻率啊？好，我們說這個在數位的世界裡面，我們說負拍到拍，好，我們會重建負拍到拍裡面的東西。那如果把它轉換到這個類比的世界啊，負拍到拍，好，就是 omega hat， 它呢用公式來換算一下呢，它等於 omega 乘上 ts， 它也可以等於 omega 呢除以 fs， 它也可以等於呢2拍的 f 除以 fs。好，這也不是什麼公式了，那你其實也可以很輕易的透過之前的推導來導出來。那你看哦，這個 f 跟 omega hat 之間的關係呢，它比如說我的 omega hat 是拍，對不對？那我的這個 f 是多少？就是2拍乘上 f 除以 fs， 所以呢，我的 f 呢，基本上就是fs 除以2，對不对？好，就是這約掉嘛，那 fs 乘過去，2除下來，好，所以這個點呢，基本上就是1/2 fs， 這個點呢，就是負的1/2 fs。很合理嘛？我就是取樣頻率的1半以內，好，我就可以完整的重建。好，取樣頻率1半以內的，我就可以完整重建。那重建出來的東西呢，就是你一定要在正負的1/2 fs 裡面。那現在
我們如果使用這個，好，我們如果用這個方波呢來做訊號的重建的時候，還記得方波嗎？方波是什麼？方波 （square wave） 好 ，square pulse 都可以。它不是一個 band limited signal。好，什麼意思？它方波經過我們之前的傅立葉分析法，我們有分析過，方波它的這個頻帶呢，好，事實上是到無窮遠處都有的。也就是說，你用方波來重建，你理論上你取樣頻率是2000的時候，你只應該出現1000以內的東西啊，1000以外的頻率就是超過你的能夠正常重建的範圍嘛。也就是說，你用方波來重建，你的這個轉角頻率太高了啦，快速轉換頻率太高了啦，並沒有辦法，它不應該出現在我們的訊號裡面。我們理論上應該要把這個轉角怎麼樣弄掉，讓它圓弧一點。轉角就是高頻。我們理論上在做 DA 轉換的時候，如果你用方波來做 DA 轉換的時候，怎麼樣？你呢，應該要把你的訊號呢 ，DA 轉換之後的訊號怎麼樣？經過一個 filter， 把高頻的訊號給過濾掉，讓它平滑一點。那這個高頻的訊號呢，給過濾掉呢，它所需要使用的電路的這個頻率響應呢，就長得像這樣子。它把高頻的訊號過濾掉，也就是 low pass filter。LPF， 好，基本上它就是使用 low pass filter 呢，把高頻的訊號過濾掉。那你的 cutoff frequency 呢？怎麼樣？應該要把1/2 fs 以外的東西都給過濾掉，因為它不應該出現在你的系統裡面啊。所以你應該要設計一個 low pass filter 的電路呢，怎麼樣？把1/2 fs 以外的訊號給過濾掉。好，那事實上你就有機會呢，把這邊原來這個鋸齒狀的波形呢，你把1/2 fs 的訊號給過濾掉之後，它就會變成平滑了。好，平滑了。甚至比較極端的 case， 好，我們連這一個方波都有可能可以過濾成這一個，好，原先的這個訊號。就這個方波是比較快速的，它的頻率比較高，經過你的過濾之後呢，它可以變回原來這個比較平滑的 case。那同學，我們是電機系的，那 low pass filter 會設計嗎？ low pass filter， 好，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設計出2種 filter。這2種 filter 哪一個是 low pass filter， 哪一個是 high pass filter？ 好，你們想一下。好，答案是這個，這個是 low pass filter， 對不對？它可以把高頻的東西過濾掉，低頻的東西通過，所以是低頻 low pass 嘛，就是低頻通過，高頻不通過，低頻通過，高頻不通過。
好，所以你就用一個這樣的濾波器呢，你用 RC 電路設計一個 color frequency 在這裡，2/Fs，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高頻的頻率過濾掉。好，那這電路的方法啊，那事實上使用這個電腦的方法呢，好，我們也可以用一個這個 DA 轉換的模型。好，數學模型來表達。那這邊有一部分是比較，需要依靠一些之後的傅立葉轉換的一些原理才能夠描述。所以我們之後教完傅立葉轉換以後，還會再回來這裡。不過我們現在這邊先提一下，如果你把 DA 轉換的這個過程呢，用一個數學模型來表示。那它就可以等於 y t 呢，等於就重建的 y 哈，等於 n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y n 等於 p t 減 n t s 啊，基本上你有很多個點，然後呢，你乘上一個function。啊，比如說以剛才的那個方波的例子，好，以剛才方波的例子 ，p of t 呢，它就是一個方波嘛，它是一個時間在負二分之 ts 到正二分之 ts 之間呢，它是1，啊，其他呢都是0。那如果你是 p of t， 好，它畫成圖形就是這樣。那如果是 p of t 減掉1倍的 ts， 它的圖形畫起來就是像這樣。啊，就是你正中央這點移動到 ts， 那以此類推啊 ，p of t 減2ts， 那就更遠啦。2ts， 所以基本上你有很多個方波，你在位移 shifted pulse sum of shifted pulse。好，你把很多的 pulse 呢移動，然後呢乘上某個權重，對，你有很多個方波在位移，你乘上它的這一個點就是你的取樣點，好，乘上你權重，那你的方波大跟小，然後它方波在位移，你再把它加起來，啊，你就變回原先的訊號，對不對？如果你把它這個式子展開來嘛。y of t 就等於假設，啊，負的不管，加上 y of 0乘上 p of t， 對不對 ？p of t 啊乘上 y of 0，加上第一個時間點的 y 乘上位移一格的 p t 減掉 ts， 好，加上 y of 2 p of t 減2ts， 好，以此類推。好，所以這個是一個這個 DA 轉換的數學模型。那事實上，我們在重建的過程中間呢，我們並不是一定全部都一定要用這個方波。好，方波。那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用三角波啦，或者我們用這個 parabolic pulse，parabolic 就是多項式。我們用多項式的波形，或者是我們以後會學到一種叫做 sync。好，在教完傅立葉轉換之後呢，我們會學到一種波形叫 sync 的波形，像這樣子。那我們會說呢，它是一個完美的好重建的一個 pulse。那之後
等到交到傅立葉轉換之後，我們會再回來這裡。那它會是一個 band limited interpolation。好，它是一個 band limited interpolation。那這個 P of t 呢？好 ，P of t 呢？就 sinc 呢，它其實公式比較複雜一點。好，就是 pi t 除上 ts。然後就是這個 pi t 除上 ts。那至於為什麼是這樣子，就我們等交完傅立葉轉換之後再回來這裡，好，我們就可以了解了。好，所以這裡就是講到這裡呢，就是我們的這個訊號的取樣以及重建裡面的重建，好 ，AD and DA。那這個章節呢，我們就把 sampling and reconstruction 這一個章節呢教完了。